我是肖欣怡，我是泽亮，我是6月，我是陈宁，我是郭坤耀，你们现在在收看收看的节目是你来工作，我来玩。这个节目非常的简单2位主持人到一个旅游景点，一个主持人去工作，另外一位就会去玩啦。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想要了解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究竟是有哪些类型的劳动力在支撑着。那我希望这一次呢，幸运之神能够眷顾我，让我可以成为那个去玩乐的主持人。我去玩的，这样工作 OK 的。本次列车不发售座位车票，非持有本次列车车票。对，到了。呀！耶，买了便当。哦，火车上不要讲那么大声嘛。我们现在呢搭乘台铁，从台北前往嘉义了。哎，我跟你说，说到嘉义啊，其实会想到什么？那边的旅游胜地阿里山，有这么一个方法呢，比较浪漫一点点，那就是搭乘火车前往阿里山。所以我们就沿着森林铁路慢慢上山。所以这一集主题就是呢，阿里山森林铁路之旅。哇，这么说来呢，这一次的工作内容就跟阿里山铁路有关，而且是在森林里的铁路，哎，听起来啊就是一份苦差事。那我们要怎么决定谁去工作，谁去玩？我跟你说，我刚刚问了制作组啊，我们吃完便当，答案就会揭晓。制作组说，吃完便当之后就能够知道谁去工作，谁去玩，没有那么简单，不可能吃完之后才知道的。所以我就开始检查这整个便当，没想到我一往上看，就发现到那个隐藏讯息就在里头了。那里写着吃了一口饭，拍手叫好就能够去玩了。我看他动作那么大，突然间把那个一整碗饭抬起来，我就有样学样嘛。好，我就比他慢了一丢丢，就一小步，所以我去工作了。对啦，所以你要吃多一点，要有体力，因为呢，听说你明天凌晨3点就要开工了。现在是凌晨3点钟，那我今天第一份工作的内容呢，就是要做铁路检查。你好，哎，你好，我要找兵哥，我就是，兵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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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阿亮就好。阿亮，你好，哎，你好，你好，我这次是来工作的，所以向你报告吗？哎，对，向我报道。出发了。哎，对，走吧。哦，好，这是我们的那个倒班的机动台车。我们会坐这个出发了。嗯，对，我们要做这个出发。在凌晨3点多的时候呢，其实它行驶的速度我觉得不算慢，吹过来的寒风，瞬间醒过来，有没有？那在进行招询的时候呢，它一般是2人一组，一位就是驾驶员呐，另外一位呢他就负责去观察一下前方或者是上面哦有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啦，有没有任何需要去报告的。我们看到了障碍物挡在我们的铁路中间，所以大哥拿着那个电锯开始锯它。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吗？每天都会碰到，只是说树枝大或小而已。这么小的树枝也会影响到树枝、石头，它都会影响到。那我们继续往珠山走。等一下要投单，那我跟你投。大哥，这个是什么单？这是巡路单，证明说我们有来巡路。然后车站的人员他们看到单子之后呢，他们就会确认说，哦，这一条铁路有巡过了，是安全的。哦，那什么算不正常呢？不正常就是像崩塌，我们没有办法移除的话，我们就勾不正常，然后请车站把车票退掉。然后我们那个巡路的路线就是从监控区出发，然后到那个柱山，然后再从柱山到下面的平德那这样子。因为这一段路会有那个日出的火车要走，所以我们会先把这一段路巡完，然后巡完之后再往下面巡这样子。下面还有多长的路？10几公里，可能要走1个半到2个小时。哇，好长的一段路要往下走。那隧道我们也是要检查，看它的那个上面渗水的状况，看有没有很严重。如果有很多渗水，会发生什么事情？隧道会帮它，然后这边看有没有龟裂痕。
这边就是我们阿里山监工区负责巡路的路段的终点。那一般这样下来，你大概是每天3点开始2点半， ，2点半大概2点半到几点结束？到7点。 7点，你是算下班吗？还是等一下还有别的东西需要做7点是休息，然后我们8点就继续上班。好，才休息1个小时，对，就继续。对，这算夜班吗？清晨班。清晨班。清晨班。好，走。那这条铁路本身有多少年的历史100多年哦。哇，它从日据时代就有了。所以这边都是当年就已经建好的啊。路线是。路线是路线。那我们今天招巡的工作就告一段落。8点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今天的工作，这样。好，那待会儿见喽。好，待会见。现在才7点，看一看这恒温在干什么事情。哇，我的 brother 那么有空啊，还有时间打给我嘞。Hello brother， 你刚下班啊？我2点多就开工了，好吗？我一直工作到现在呢，给我吃一下早餐。我等一下要继续工作到中午，好不好？好啦，我不要妨碍你啦，你好好的休息，我要出去开始玩啦。拜拜。来。这就是阿里山。那阿里山其实并非指某一座山峰，它是一片广阔的山区，包含了乌松坑山、松山、柱山等等的多座山头，共同组成了我们所认知的阿里山。大家比较熟悉的景观，比如日出、云海、晚霞，就是位于大约海拔2000公尺的森林游乐区。在这广阔的山区里，住着台湾其中一个原住民族群。今天我就先来一趟原住民之旅 ，Let's go！ 到底要去哪里找人呢？这里一个人影都没有哦。应该就是这里了。哦 ，Hello，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啊？我叫莫，那老师你自己本身是来自于哪一个族群的？我是邹族，阿里山地区都是邹族。邹族人通常是以什么为生？在过去是以农耕跟狩猎，那现在有很多的模式。我想带你们去体验一个现在年轻人不太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制陶，就是用手，然后就是去捏成那个形状，然后蛮容易的，很多人知道这个。可是我去森林里面去采陶土，要去到那个森林里头。我们去森林里面，我们是坐这个小货车吗？对，所以我坐后面吧。Let's go！ 哇，你看多么的漂亮！哇哦！原住民之旅第一个活动呢，就是要去取陶土制作陶器。原本以为我上了这个小货车，一切都很顺利，没想到大自然会那么的热烈来迎接我。早知道就不要坐在后面，为什么我感觉像我不是在游玩，好像我要去做工这样。OK， 老师，所以我们到了地方，直接在这里取那个陶土吗？不是，我们要去那边的森林。去那边要怎么过去？走路啊，1公里吧。1个。因为这里有黑熊出没。啊？黑熊？对，所以这个让你防身用吧。好 ，OK， 来，我们出发吧。走路的时候呢，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滑。在爬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贴着那个山壁这样走，而且呢，真的是没有地方让我们的手这样握，只有我们的脚才有地方踩。一不小心的话呢，还是不要说了，我觉得应该会完蛋。工长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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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有什么样的任务？森林铁路的工作，我们有分成3个单位。 3个单位。有机务，还有运务，还有我们的公务。机务就是火车，开火车的。好。然后他们运务就是像车站，好，游客的部分。然后我们今天你来的地方叫公务，俗称为道班室，铁道维护的安全这一部分，辛苦了。不，辛苦了。还没有开始，他就跟我说辛苦了。那我觉得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不简单。哎呀，我们今天的接缝，调整。接缝调整。你看那个接缝已经密合了。哦，它不应该在一起，不可以全部密合了。哦，我们要把它拉开
它有一个距离，像这样。哦，好，那怎么拉开它呢？需要碰铁，我们要扛那个220公斤的钢轨，然后人力把它敲出来。对，把它抽过去啊，荡秋千一样。我觉得被荡出去的可能是我，好，是这个鬼。来，我想说，哦，我们到了今时今日，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高科技的一些那个器械啊，来帮助我们。他说没有，纯手工哦。好，哇，流汗，很不一样的体验哦。好，所以现在我们这样算是可以了。对，这就是一处。我们现在就第二个项目是抽换枕木，因为这个时间久了，它会慢慢的腐烂，所以我们就是抽换就好了。一根枕木有6个刀子，换的时候我们要需把旧的把它拔起。哎，哇，好，现在我们要把后面石头要扒开，这一只枕木要整只拉出去，真的工作很多哦。哎，不然中午没有便当。这样还没有便当，我会再努力一点。现在有白饭了，现在有白饭可以，我要鸡蛋呢，我再努力一下，加菜。黑菜，不错，哇，好，对，好。你等一下就负责打钉了。我其实刚开始敲的前2下呢，我还是信心满满的。但我后来发现呢，你敲得到跟敲不到啊，它没有差别的人，因为你还是要不停的抡起那个很重的锤头，一直锤它，好难呐！哦，哇，有感觉啊！我有的那感觉不是我抓到诀窍的感觉哈，是我的腰有点感觉啊！哎呦！哦 ，OK 啊！今天这个敲铁钉难度系数 No.1， 阿里山呢，它是海拔2200多米的一个高度啊，所以光是要呼吸得到充分的氧气呢，就已经是一个挑战了。其实我想问啊，好，为什么我们不要用机器啊？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在森林里面嘛，机具太大，进不来，所以我们这一条铁路从以前到现在，大部分都是用人工。那我也不想拖延你们太多时间了哈，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先到此为止，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我想跑不掉，慢慢的。我先走了。我好累，我真的好累。你说我工作这么辛苦哦，那个何门在忙什么啊？差不多要到了，对吗，老师？对，要到了。有水的地方，那就会有陶土。陶土它需要水去慢慢改变它的性质。我们到了。哦，这些都是陶土哦。对，这个全部都是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它就是在一个小溪的旁边。那老师，我们在取陶土之前呢，有什么仪式吗？我们要告知这里的山神说，我们要取他管理这个土地的这个资源。其实我所认知的这个陶土哦，都是那种褐色、红色的。那这种灰色的陶土跟那种陶土有什么分别？它的土壤性质会不太一样。哦，陶土其实它的那个质地是蛮软的，感觉就像一个面团一样，而且是冷的哦。看到这些陶土呢，我真的是很难想象我要怎么把它做成陶器呢？那通常这个量的陶土可以做一个多大的杯子？如果是马克杯的话，这个可以做2个吧。做一个给我自己，做一个给我 brother。啊，来，我们拿那个大叶子去把它包起来。我看起来在包菜哦。对，好，我们回去吧，耶！这一项工作也是我们铁道上面在维护的一个重要工作了。这个叫做寻道钉。寻道钉，对，这一包就是里面装所有我们刚刚制作的道钉跟这个木钉，因为这个松动的地方，他们等一下会做调整。先打木的，填补那个空洞了。对，填补空洞，然后我们再打新的道钉下去，才有扣压力。哦，哎，对。然后就是慢慢的这样，一直延续，一直调整，整条走下来。对。那一般会大概走多远的一个距离呢？慢慢行应该都要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子了。其实我还蛮好奇的，你说林业铁道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外面的铁道哈，这个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台铁也好，还是高铁、捷运，他们都是机器啊。我们是人力比较多，我们没有什么机器啊。我觉得你们倒班的真的都很不容易。其实为什么有这个想法想要来这里
工作呢？有时候像我本身是在地人，在这边长大哦，为自己家乡对献一付出份力嘛。贡献。然后现在它是一个100年的文化铁道，我现在有办法在这边服务，我觉得有一个荣幸。当然，真的。大哥，你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第18年？18年。然后跟着老前辈一直学，虽然我没有说怎么喜欢，可是到最后哇，慢慢的了解说这一条铁路真的不简单。观光客那么多，就是来体验这个小火车这个铁道，所以我们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还是很努力啊，很努力在做，是良心事业的。谢谢大家，辛苦啦！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可以下班了呢？哈哈，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木钉呢，都是手工做出来的。话不多说，开干！好了，这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所取到的这个陶土。哇，打开我的礼物，这个就是我的宝贝哇！那我们现在就是炼土，就是把一些里面的比较大的石头慢慢挑掉。哦 ，OK， 哦，你们这里没有那种陶轮吗？这里没有。为什么没有制作一个呢？我们不是做来贩卖的，我们家里需要某一项陶器，我们就自己去做一个杯子啊、碗啊。像古代的话，我们会制作那个锅子、水缸、酿酒用的酒缸。在日常生活上，还有在文化上是有非常重要的分量。是这种粘土有名称的吗？在周族，我们叫它不，意思是很黏的土。哦，很黏的土，不就是黏黏的吗？老师，那捏好了形状之后呢，就直接可以拿去烧了吧？对，我们要去准备一些我们烧陶的产地跟一些木材。啊，我们要去取材。是啊。哇，没想到我们要自己亲手去砍柴。砍这些分叉的部分，把它砍掉。砍的时候要1前1后，你先砍这一刀，对不对？你下一刀这里，砍出一个空间出来。明白。有没有？看到老师这么一做呢，我发现到他真的是非常干净利落，砍了3次，整个树枝就倒了。而我呢，砍了30次。老师，我这样砍对吗？对。只是因为这树枝比较厚，所以我砍的时间会比较多，对不对？我感觉我是来做工OK， 那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木材了吧？对，那我们就把木头扛回去吧。扛回去，不可以坐车吗？不行。Let's go。我们先把陶预热，等到这个陶很烫了以后，一摸下去会烫手，我们才能够放到火里面去。哦，那现在就是要慢慢加热，慢慢加热。我们的陶器呢，就得放在火上烧1个晚上，所以我自己本身呢是蛮期待隔天过来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成品会是怎样的。哎呦，好，所以班长，今天我陪你们嘛，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哦。对，你如果就是给我打1个分呐，满分100分，你给我几分？80分以上。真的吗？对啊，以新人来说是80分算很好。好，我会继续努力的。对，谢谢班长。来之不易的盒饭，我们今天也辛苦了，终于领便当啦，像杀青的感觉。哇，从来没有想过一盒便当能够这么香，但是就吃1次就好了。老师，你真的是太客气了，为我准备这个周族风味餐，里头有烤肉啊、鱼，这里还有这个山羌肉、鸡肉。OK，来，我们开动。来开动。哇，开动吧。谢谢老师。哇，怎么样？通常鸡胸肉会比较干、比较结实吧，可是它这个鸡胸肉会很嫩哎，煮得非常好，非常好。啊，接下来我最想尝的就是这个山羌肉，来，我本身没有吃过哎。
这支山姜是我们猎到回来之后，先去烟熏，然后再去炒。吃起来的时候，它的肉质其实蛮像牛肉一样的，对可是它来的比较干，跟一般你的印象的肉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像糯米饭是周族用来招待贵客用的。为什么呢？在周族过去的生活里面，糯米饭是非常珍贵的。除了结婚或者是一些仪式之外，在日常生活上，就是重要的人来访的时候才会去煮糯米饭。老师，我发现到哦，你后面有很多这个兽骨是你打猎的。因为周族人比较特别，我们不能显性的骄傲。我的意思是我不能跟别人说我猎到了几只野猪，对，但是我把它的下颚骨收藏起来，那别人来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哎，你的成果不错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现在还能够常见这些屋子，还是已经很少了，已经几乎没有了。我当初建造这个家屋的目的就是教育公用，让全世界认识周族，这是我最大的理念。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都是从家开始。哇，你真的非常伟大！不要做伟大，这是我该做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当时你小时候这个阿里山的铁路应该是还没有建吧？我小时候阿里山铁路是已经有了。哦，已经有了。那你觉得这个阿里山的这个铁路有没有影响到你们周族人在这里生活？是有些影响。因为大部分的人最初都是冲着阿里山的日出跟云海来这里，那当然他们也会开始拓展周边的一些视野跟景点，所以当然会慢慢也注意到原住民的部落。我有一个兄弟，他就是在这个铁路上工作，但是我觉得他一大清早呢起来应该是很累的，所以他应该在睡觉，所以不用打包给他，我们自己吃了，可以了哈。吃啊。早上好，全新的一天，今天要来找机务部的同事进行呢火车的维修跟保养的工作。我终于可以上火车了。早上好，嗨，你好，我来找肖大哥。我今天带你体验一下出车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好，因为今天刚好有工程车，这辆车是8点30分要从阿里山站出发。首先我们要检查它的脚悬塞有没有打开，因为这是车子最重要的地方。它只要没有开的话，前面这边就没有刹车，这样是关闭。对，这样是关闭。它现在打开了之后，我们要检查它有没有泄气，然后检查旁链有没有扣住，插销有没有插住，都有插住，然后有打开。检查拉杆，这一支就是拉杆，它检查有没有断裂。它那个火车有很多节嘛，很多个车厢嘛，你就要反复的去重复之前的那个步骤，其实挺累人的，这样就 OK 了。对，它就可以出发了。接下来这组车子是等一下要跑神木的，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做例行的检修动作。好的，好，换刃块，刃块就是它的刹车，这一块就是刃块，它的厚度就是这里，它会用量尺去量，现在是标准的。然后如果它的厚度到达一根指头这样，我们就会把它换掉。哦，大概差不多2、3天，这么快？ 3、4天，对，因为我们的火车很重啊，很重，它每次刹就磨掉，所以我们都有设定公里数，到达多少的时候，然后再下去检查。我来试试看哦。也蛮重的哦，这个10几公斤的。我想说，至少1、2年的时间才能够上手，结果没想到来这边呢，真的有一些部件哦，它让我亲自上手尝试了一下，哇，拉一根都费这么多力气，天哪！维修的时候，因为你在火车底下，它维修的空间非常的狭小，要用工具去挪动呢被拧得很死的一些螺丝啊，或者是其他的部件，需要很多的技巧，也需要一定的力量。这样就好了。对，好了 ，OK， 这样就好了。然后叫司機可以发车，这样发车，我们在这底下，对，安全哦。对啊，要不然我们要怎么检查？好，然后现在要检查行程。好，它的行程就是从这一面，然后到尾就是这里9公分是标准的。然后我们还要检查它下来的时候，其他的东西有没有断裂，它整个全部都要检查。刚结束完要出发的那个火车的检查呢，你就发现下一趟又进来了，没有休息的时间啊！一趟火车接一趟火车，不停的检查，
其实每一个步骤啊，看似简单，但需要很多的耐心跟细心，因为你照顾的是将会坐上火车的每一位乘客的幸运，所以你有一份责任感跟使命感。老师，哎，我来迎接我的淘气了，我的宝贝。你的昨天烧完之后被它的灰烬埋住了，所以你要把它挖出来。哇！哦！啊，颜色也变了。烧过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哎，为什么你的颜色没有变？有些还甚至是这个灰色啊。这个褐色的是完全被火烧过的，那这个黑色的部分就是它温度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它也一直被烟熏。那老师，现在呢，我要继续我的阿里山原住民之旅。谢谢你，老师，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回来的。哇，这一个。这一台就是蒸汽火车，民国4年制造，民国5年开始运驶，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了，109年，109岁，好夸张哦，算是文物吧。这台火车比较独特的就是它的伞形齿轮，这个齿轮像不像一个雨伞？像，就伞形的齿轮。再看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这个标志它就是中华邮政的标志。那时候因为公路还没开通，要上来的邮件就只能寄附火车带上来。那这一辆平常还有在那个运作当中吗？有，在樱花季，还有赏枫，还有专列，也有旅客也是可以申请的。好酷哦！这个到底是什么呀？有点蓝色。机油，给它加油的用意是在于什么？就是润滑。我怎么感觉是看到的每个地方都要加？对，所以每一次要启动它之前都要加满。对，没错。做一些低机油的那个准备，差不多也是用了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它要给它的水去加热啊，要调整那个电线箱什么的，加起来前前后后应该也有1个小时。那对于我这种外行人而言呢，如果我要去分别说蒸汽火车跟我们现代火车头它最大的一些差别，就除了这个是蒸汽之外，还有什么呢？蒸汽是最大的差别，然后第2个差别就是它的很多零件都是外露的。拉喇叭的话，水雷也会喷。水雷？对，那个像不像一个鱼雷？啊，有，所以你们叫水雷。对，好了啊，来了啊。走了，真的是当你启动它的那一瞬间呢，你就仿佛听到了来自100年前的心跳声。就是当蒸汽缓缓升起，当它的那个齿轮慢慢的转动的时候，好神奇，时光火车的感觉。来喽！拉那个水雷。太帅了吧！这个就是我一直看到的很多纪录片啊、影视作品当中才会出现的画面，我觉得好值得啊！这一整趟来阿里山，哇！我没有想到，竟然有机会能够让我亲自，除了是看到，还能坐上蒸汽火车的火车头，哎，谢谢大哥，不客气。今天算是帮我小小的圆了一个梦，辛苦你了，耶！应该就是他了。Hello， 你好 ，Hello， 要怎么称呼你啊？Voyu，你好 ，Hello， 那你也是周族人吧？哦，对啊，我是周族部落的。因为我听到木偶老师说啊，这里能够体验到跟爱玉有关的活动。那我们就先带你们去山上采集爱玉。你要去到森林里头？对，要去森林。那我们是坐车去对吧？对，没错。这是我坐前面吧？好吧。对。学到了吧？啊，那我们出发喽！上山找爱玉的路呢，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我往窗外看的时候呢，感觉就像在悬崖，而且这整条路是非常的窄。幸好我没有坐在后面呢，要不然呢，我觉得他们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他转头看我不在后面。好，我们到了。到了。对，就在这里。这个就是爱玉，这个它是藤本植物，所以我们必须先种一棵树，然后让爱玉去爬，然后就会变成这种形态。然后爱玉会有分公母，那我们所采摘的都是雌性的。我们采摘的话会用这个工具，就是用钓竿做一个钩子。有了，然后它这个就汁液就黏黏的。这不是芒果吗？它是爱玉，对。OK 的，它是不会，它是天然的。你看像这种金黄色的，它就已经成熟了。哦，原来里头长的是这样的。对。
这里面就是它的花，它的籽啊，它是隐花果，所以它不会开花。我们阿里山的爱玉籽啊会这么有名，就是因为它的海拔够高，接近1500，而且它的品种很多，互相杂交的话，它品质都很好。那你们1年内可以采收几次？天气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采收到2次。那现在10月就是正式采收期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明年的3月。通常比较低的会用钩的。然后高的呢就爬上去。我们在树上都会设这个攀爬的一些道具在这边，对，因为我们还会绑安全带。好，那我们就先到另外一棵，对，没有那么好过啦。那我们走上去，我不能用那梯子这样。不用，我们用走的走上去。又来了，又要使用我的体力啦。到了吗？到了。通常我们一个人就在上面踩，一个人在下面捡。哎呀，哦 ，OK， 可以了，可以了吗？好。爬这棵树的时候呢，我感觉上应该是蛮容易，也蛮安全的。哈哈，来，这个，哇，这里很多，这里很多。呜呼 ，OK， 再来。其实我在爬的当儿跟在采这些爱玉果的时候呢，没有在想我有多高。可是当我转头要把那个爱玉果丢给柔玉的时候，我才发现到我其实是蛮高的，都不知道爬得那么高嘞。那这样踩过了，我们可以下山了吧？对，可以了。下山喽！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有爱玉果不同的阶段。我们刚刚采的鲜果，爱的鲜果有没有？这个就是它的皮这样反过来，然后经过曝晒啊，就是它的水分降到9%以下，它就会变成这样子，颜色会变得淡一点点。那我们的下一个阶段，我们看到这些花啊，它就是经过刮花下来就变成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来制作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爱玉那个果冻的形状。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头先切下来，是叫打头。我们削完皮都是白色的以后，切刀，对。原来要吃到正宗的爱玉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你们有来到台湾的话呢，一定要来到这里尝试他们正宗的爱玉。好，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些。好，完成了。对，接下来晒干，从果实到干燥完毕的，它需要1个礼拜或以上。最后阶段了，这已经完全干燥了，你只要用汤匙这样刮。那这样晒了之后，其实它可以保存多久？像这个阶段，它可以保存很久，它目前到了第5年都还洗得出来。5年哦？对，可是要隔空气跟隔光源。哦，对。刮下来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已经破坏到它的细胞壁了，所以到这个阶段，我们不会让它保存超过1年，这样就完成了，它已经没有籽了。对。OK， 那现在我们就能够揉洗我们的这个种子了吧？对，那我们在洗的时候很简单，这是袜子，对不对？我们就跟洗袜子一样，放在水里这样子，然后开始洗袜子。我们这个容量可以洗差不多洗到第4分钟是最 OK 的。我们那个水其实要具有矿物质，我们的爱玉的胶质啊，它必须跟矿物质结合作用，它才会凝成一个胶质的果冻。自来水就具有矿物质。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在捏这个籽的时候有点稠稠的？它有点黏糊糊的，你看。它就是胶质在产出来了。你看，像我的已经开始变色了，它会变完全金黄色，然后好像会变胶质果冻了，就 OK 了。你这样留住它就会整个凝固了。对，然后到时候就这样直接吃了。对，就直接吃。你看它的泡泡已经没有办法破掉，就代表它正在凝结。我们就开始静置，大约第10分钟的时候，饺子就变成爱玉冻了。Bro，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还活着吗？还活着。为了慰劳你了，这是我亲手采、亲手制作的爱玉，满满的爱。我明天可能做不了我的工作。肯定你明天做工的时候更加有活力，我跟你讲。所以你在忙些什么？背什么？明天呢，我要当1日车长了。哎呀，很容易啦，这种就这样讲而已嘛。你厉害，你去了。你厉害，你做了。哇，我跟你讲，我这个去采这个爱玉果，我要爬上树去取出那个爱玉果，哎，就跟你相比之下是有的 fight 的。是吗 ？QQ 弹弹的，咚咚嘞。正宗爱玉。什么味道？
一点味道都没有。对了，它就是没有味道。可是如果你要甜一点的话，你就放这个糖浆。Cheers，哈，那你亲手制作的哈，其实跟我们印象中哦，手摇饮料里会加的那个爱玉 jelly 啊，这个会更软一些。对，然后它真的就是它自己本身带的那种一点点的清香的味道，然后吃到你亲手帮我做的，我真的是有福可想啊。吃的时候要继续备你的稿，因为明天我会乘坐你这辆火车。明天我会多照顾你一下哈。你好好照顾自己就好。这几天呢，我都在跟铁道和火车打交道。不过今天我终于要抛头露面了，我要去第一线工作，跟旅客们互动。今天我要担任一日列车长。哎，你好。哎，你好，你好。我们上班啊之前啊，我们先写一下酒测跟血压。酒测，确保说你昨天晚上没有偷喝酒。没有啊，我昨天没有啦。哦，万万没有想到做这份工作是要做一个所谓的体检。那测完了那个酒精度之后呢，就是量量血压。因为我想说，可能是因为阿里山的海拔的关系，可能哦上山就会有一些更加不适的症状。哎呀，哇，有没有感觉了？有。感觉我今天的助手真的是太棒了。好，上车喽。上车。这是我们的车厢吗？这是我们车厢，对。哦，我们的列车。那我们在出发前呢，无论是司机还是我们的车长，都是需要做一些日常的列表检查，确保说是一个安全的状态，才能够出发。哦，车内也是要查一遍，也要查一遍。我们跟站长讲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好，那就会发车到嘉义。待会见，拜拜，准备开工。我现在人在嘉义车站，待会呢，我就会乘搭我兄弟执勤的火车，启程去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哎，我搭到了，4号。哦，哇哦，应该就是这里吧？啊！好，可以上车，可以上车。我们要点人数。哇 ，That's my brother。我们不要打扰他在工作，好不好？你看他很认真的在工作。这位乘客，哎，你好，早上好，早上好。你好，早上好。Hello， 你好。认识女朋友吗？我好像哪里见过了。对，我就是来搭这个火车而已啦，没什么。你们继续工作吧。啊，这个位置够吗？啊，够。腿这么长。OK， 我要开车了。好。哎，我又紧张到哎，我们人在他乡嘛，那给他们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我每一个环节不能出错。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特别企划列车，本列车为阿里山号，从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出发，全程71.6公里，将穿越74座桥梁、48座隧道，攀升至海拔2216公尺的阿里山车站。当我看到我的兄弟当这个 train captain 的时候呢，我其实是非常骄傲。给泽亮做这份工呢，是对的选择。好，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车票。Your tickets 啊？喂。阿里山 ，OK。好。Thank you， 谢谢。Thank you。哎，你好，来捡个票哦。好嘞，谢谢。好，你好。穿上这个制服，戴上帽子之后的那一份责任感，就代表说我也有责任要去照顾好这一趟列车上的每一位乘客。我要确保我们每一次停站呢，大家有时间可以休息一下，也要确保每一位乘客都能够及时的、安全的回到车上。然后甚至我们在一路上碰到任何的路人哦，大家都会很主动的跟我们打招呼，就觉得很温馨的一趟旅程啊。当我在坐着这个阿里山森林小火车的时候呢，其实我耳边呢就听到这个车轮与轨道的交错声。阿里山火车的速度并不快，它就能够让我慢慢的去欣赏到窗外的美景。
前方将会是奋起湖车站，海拔1403公尺。我们将会在此停留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千万别错过登车时间。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小任务我去执行。那车长，我们待会再见哦。OK 啊，好啊。好，谢谢，待会见。你好，休息了。哎，没，我跟你说，我身负重任呐，我要带你去看一看哈，我们在这一站奋起湖站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东西。哎，来，这里呢就是奋起湖车库啦。我跟你说，奋起湖车库呢是阿里山林铁仅存的木结构。单层日式矩形车库，这里展示了我要你特别看一看的这个火车头 J18号蒸汽机关车，所以这是来自呢这个美国的制造商叫做Lima，它推出的哈。哦，就是那种真的啾啾对了，那个啾啾吹一拉就啾啾，这边都是有100年的历史的哦。真的哦，这个就比那个18号它来的比较大哦。是因为29号的它呢是3缸式，之前是2缸。哇，你真的把我带入到历史里头了，100多年的历史哦。早期呢，阿里山森林铁路的行车时间较长，所以呢，经常他们都会在奋起湖站呢中途停靠补给，所以呢，因此就会有很多的摊贩在这里呢摆摊售卖一些美食啊。久而久之，这边就有了很热闹的景象，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奋起湖老街。因此呢，就有了现在广为人知、深受旅客们喜爱的奋起湖便当。今天要带你吃的就是这一道，叫做曹阿贵曹仔果。买好了，我们准备试一下吧。哦，这个就是呢曹仔果，糯米磨成米浆做成的。然后为什么它的颜色是绿色？因为它们里头用了草吗？它是用艾草呢，或者是鼠曲草，同时会带着淡淡的草香味。好，来咬一口试试看哈。哎呦，就是咸口的。那咸口里面有什么呢？像是菜脯啊，猪肉啊。香菇、小虾仁，甜口的也像是红豆啊、花生、芝麻，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它非常的开胃，它馅料也非常的多。不是它不会太黏，对不对？对。换一个，我要试试。换一个。这芋头的香味，而且你吃进去有一点那种粉粉糯糯的芋头在里面。那所以呢，这个曹仔果、曹阿贵呢，它其实就是台湾传统的米食小吃。好了，我要赶回去工作了哈，你继续逛，你继续吃。你要工作，我要赶回去坐那火车了，不是吗？我要先到帮你准备一下车厢啊，好不好？送给你了啊，好好工作啊，帮我买点纪念品啊。OK，来，走。这个还真的蛮好吃的我蛮喜欢的，继续吃吧，还有时间。车长，回来了。好 ，OK， 我到了哦，我们要往阿里山走了哦。拜呀。随着阿里山火车慢慢的上山，我也发现到自己的感官呢，也慢慢的在改变。从看到了房子，到看到了一片的森林，从听到了汽车声，到听到了山林里头的风声。那这整段旅程呢，不只是往山上走，而是往心里走。这时候火车停了。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趟小火车已经暂时停了下来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一段的路程非常的特别。那在这一段呢，有这么一个流传的说法，叫做呢阿里山火车碰壁的说法。有没有发现？突然间好像掉头换了一个方向往后退了呢？没错，因为在这一段呢，我们的火车采用的就是前进后退的一个之字形的爬坡设计，所以待会呢，我们会继续的以这个之字形一推一拉往上慢慢的爬坡。那现在的感觉呢，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刚才是感觉上被推着往前走，可是现在呢，感觉上是被拉着往上走。哇！其实跟我那天比起来，那感觉是好不一样。那天做招询的时候，我现在才发现我们走的是完全一样的路线。经过了这么多天的工作呢，开始跟道班士们去维修那个铁道，到跟机务部的同仁们一起去维护啊，去修复一些那个火车的部件，到今天跑到了工作的第一线，我觉得算是完成了一个旅程的感觉。好，亲爱的各位旅客，我们很快就要抵达我们的终点站，就是阿里山站喽。祝您旅途愉快，山上平安，我们再会喽！
那就谢谢车长，哎，谢谢你，辛苦你了，谢谢今天。来，谢谢。现在呢就在阿里山车站等我 brother 下班，他终于下班了。下班了！来，走，下班了，感觉如何？哇，感觉好冷哦。哎，我跟你讲，我知道你这几天工作都非常的卖力，非常的认真。你也知道，所以为了慰劳你呢，我带你去到这个雪山步道，去吸收满满的芬多精。慢慢放慢脚步，享受环境。我跟你说，经过了这几天的工作，我真真实实的有体会到，就是在阿里山林业铁路的每一项工作，真的都好不容易。如果你没有对于这片山林的热爱呢，你是真的很难坚持下去的。有可能这个火车啊，对于旅客们来说呢，火车来了就意味着远方的风景即将到来。可是对于森林铁路工作人员的家属们，还有要出行的人员来说呢，火车回来了，便是家人回来。好美的地方。这2天你不要觉得我是去玩了，其实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你。你不是去玩，你去干嘛？好，来，给你看一下。真的假的？你买的吧？你看一下，不可能买的，做出来的成品呢都是独一无二。一看就知道不是买的。根本不是买的，因为不可能买得到的。这个是放肥皂的。对喽，这个就是阿里山的这个陶土，很香哎，闻的是有阿里山的味道。带回去你冲的时候呢，给你阿里山满满的香气在里头。谢谢了，有心了啊。没事。